馬斯克的 SpaceX 今後要使用星艦往太空發射至少100萬顆 AI 衛星 ，AI 業務呢將會賺到很多錢。在8月11號，馬斯克公開了 SpaceX 公司內部的全員大會。馬斯克這場持續29分鐘的講話，雖然斷斷續續的，但是非常的重要。接下來呢，我先給大家籠統的總結一下這場講話的新消息，然後呢，再結合之前馬斯克在電話會裡邊爆出來的內容，我就可以給大家粗略的計算一下，將來滿血版本的 SpaceX 公司每年可以賺到多少錢。這裡說明一下，我個人覺得，只有在完成至少100萬顆 AI 衛星部署的情況下 ，SpaceX 才會真正達到滿血狀態，因為他們就是這麼計劃的。所以呢 ，SpaceX 從現在一直發展到完全滿血，需要多少年呢？馬斯克在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 SpaceX 的滿血版本呢？然後這整個過程下来，大概每年需要投入多少錢？會不會虧本？接下來呢，聽我慢慢講。首先，馬斯克在會上說了一句非常激進的話，他說，未來4到5年，人工智能可能會佔到 SpaceX 全部價值的99%，到2027年年底 ，AI 業務呢將會達到3000到5000億美元的年收入，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But long term, we're not that far into the future. Probably in 4 or 5 years. AI will be 99% of the value of SpaceX. I'd say 5 years for sure. AI will be 99% of the value of SpaceX. And the value of SpaceX will be some astronomical number. 也就是說，在他的設想裡邊，未來 SpaceX 最重要的業務呢，不再是獵鷹9號星艦、星鏈或者是什麼龍飛船，而是人工智能加算力加數據中心加 AI 衛星。他還說 ，SpaceX 的 AI 收入最快可能在2026年9月，也就是下個月，就可以超過公司的其他收入的來源之和，並且到第4季度將進一步拉開差距。So where are things headed in terms of SpaceX AI? The wild thing is that probably our AI revenue, not probably, definitely, our AI revenue will exceed all other SpaceX revenue probably in September, like next month, and will significantly exceed all other SpaceX revenue in the fourth quarter. So AI has becom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of SpaceX's future. 這裡有一個關鍵的事情，那就是之前的時候呢，馬斯克早就把 xAI 納入了 SpaceX 的體系。xAI 呢本身就是馬斯克成立的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擁有 Grok 以及 Colossus 超級計算中心。將來呢，人工智能的訓練依然會放在地球上進行，但是人工智能的推理算力會通過星艦發射到太空中。所以呢，那就相當於 SpaceX 現在擁有了3樣非常重要的東西。第一 ，AI 模型有 Grok。第二 ，AI 算力呢有 Colossus 等數據中心。第三，如果要把算力送到太空的話，還有星艦。那這樣一來 ，SpaceX 非常誇張的商業模式就形成了，那就是在地球上訓練 AI， 在太空部署 AI 推理算力，然後呢用星艦不斷的把 AI 衛星送到太空，最後在太空中形成一個巨大的計算網絡，將太陽的能量直接轉化為海量的推理算力資源。這就是馬斯克在演講中說到的 StarMind。目前 SpaceX 已經和英偉達公司合作開發了 StarMind AI-1 衛星，每顆衛星呢將會採用英偉達最新一代的計算架構，包括 Rubin GPU 和 Vera CPU， 在太空中利用更纯净和更持久的太陽能提供電力，然後再通過巨大的散熱系統把熱量向太空中輻射。這種衛星呢將會在2027年使用星艦開始發射，所以星艦呢必須要做到像獵鷹9號那樣高可靠性，並且最重要的是星艦的2級飛船也得成功的完成回收，這樣一來呢才能達到進一步降低發射成本的目的。但是截止到本視頻的發出啊，星艦的2級呢還沒有成功的完成回收，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馬斯克之前在2026年2季度電話會裡邊說過，他希望最終每年送入軌道的質量呢，從以前的幾千噸提高到超過100萬噸每年，甚至長期目標呢要達到1000萬噸每年。假設星艦 V4 以後可以投入工作的話，那麼每年往太空送入100万噸的重量，那就相当於星艦每年要發射5000多次。每年發射5000多次呢，就相當於每天需要發射13次到14次星艦飛船。1000萬噸的話，那就相當於每年發射5萬次，每天發射136次。那現在看來呢，這是一個非常瘋狂的目標。當然，路要一步一步走，飯要一口一口吃。馬斯克說了，他們當前的目標是在大約1年以後，星艦呢必須要做到每天至少發射1次，也就是每年要有365次的發射能力。這麼大的火箭，一年發射365次，這已經和今天的航天工業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了。馬斯克已經不把星艦當火箭了，而是當成一個重型的太空運輸卡車，並且是那種可以完全反复使用的卡车。因為以後星艦的1級和2級呢，都是可以回收和反复利用的。當星艦能夠進行快速生產、快速發射，然後回收檢查、再發射的時候，那麼整個流程呢，就都會變成一條工業流水線。Starmine 的太空基礎設施才真正的可以大規模建設。除了 AI 相關的設施以外 ，Starlink 也就是星鏈也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很多人都以為 SpaceX 已經放棄星鏈了，其實恰恰相反，星鏈業務仍然是現在 SpaceX 最重要的現金流來源之一。接下來 SpaceX 會重點推進星鏈 V3 衛星。V3 呢，相比上一代衛星擁有更高的通信容量，但問題是 V3 衛星更大也更重。這就意味着星鏈的 V3 衛星呢，以後也得依賴星艦這種更強大的太空運載工具了。SpaceX 長期的目標呢，是建設一個大規模的 Starmine 的衛星網絡啊，最終設想呢是要發射大約100萬顆 AI 衛星。這不是普通的通信衛星，而是擁有 AI 計算能力的太空計算節點。當太空中擁有100萬顆 AI 衛星以後，那麼客戶們就不再需要購買地球上的 GPU 服務器了，他們可以直接去購買 SpaceX 提供的軌道 AI 計算能力。所以呢，我在視頻開頭的時候才說，擁有100萬顆 AI 衛星的 SpaceX 公司才是這家公司最終的滿血版本。當然，要發射100萬顆 AI 衛星呢，並不容易。馬斯克在講話中也明確談到了，將來呢還要在月球上開工廠。這些工廠可以利用特斯拉的擎天柱機器人進行生產，生產的東西呢主要包括 AI 衛星、太陽能電池板、散熱設備，還有其他的太空基礎設施。然後這裡呢又有一個瘋狂的想法，那就是當月球的工廠把衛星給生產出來以後，他們會使用一個類似電磁發射器的系統啊，把衛星從地球上直接發射出去。馬斯克還說，他保證在 SpaceX 公司工作的每一個人，如果將來誰想去火星或者是月球旅行，那就一定能去。還說月球上開派對啊，一定非常的好玩。I'd really like to see that thing in operation. One of the nice benefits of this also is that anyone at SpaceX who wants to go to the moon or Mars will be able to go in the future. You have my word. It'd be pretty fun to have a party on the moon, you know, just jumping around, you know. 当然了，这就相当于是公司的老板給員工們畫了一個大餅。那我們來回顧一下 SpaceX 的整個業務規劃，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瘋狂。這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航天項目了，而是真正的實現了太空工業化，也會讓整個人類呢真正成為跨星球的物種。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理想。但是開公司呢，你光有理想是不行的，還得賺錢。那麼接下來呢，咱們假設 SpaceX將來可以順利發展到滿血狀態的話，每年最多能賺多少錢？
根據公開信息 ，SpaceX 的一顆 AI-1衛星峰值功率呢，大約是250千瓦，平均功率可以做到160到175千瓦左右。咱们就按照160千瓦來計算，那麼160千瓦乘以24個小時，再乘以365天，那就約等於140萬千瓦時。也就是說，一顆 AI 衛星一年下來大約需要消耗140萬度電。那麼100萬顆呢，就是1.4萬億度電，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啊，相當於14座三峽水電站連續工作1年發出來的電量。100萬顆 AI 推理衛星，理論上呢擁有160吉瓦的平均計算功率。根據 SemiAnalysis 的測算，1吉瓦的 AI 推理算力每年可以產生大約1000億美元的收入。當然，這是屬於行業模型啊，並且呢有價格波動，並不是 SpaceX 的官方承諾。那麼我們就按照1000億美元來計算，一顆 AI 衛星，160千瓦，160千瓦呢等於0.00016吉瓦。1000億美元乘以0.00016吉瓦就等於1600萬美元。一顆 AI 衛星在跑滿的情況下，一年就可以為 SpaceX 提供1600萬美元的收入。那麼將來發射100萬顆是什麼概念呢？100萬乘以1600萬等於16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將來滿血版本的 SpaceX 公司理論上一年可以靠 AI 拿到16萬億美元的收入，相當於現在全美國1半的 GDP， 是一個真正的天文數字。當然了，這裡還有一個利用率的問題。假設將來算力的利用率呢只有區30%，那麼 SpaceX 每年也將會賺到4.8萬億美元。這也已經超過很多中小型發達國家的 GDP 了，非常非常的誇張。現在亞馬遜公司一年的營業收入也不過才7000多億美元，而 SpaceX 公司呢將會輕鬆超過4萬億美元，並且這還沒有算商業航天和星鏈帶來的收入。所以你們覺得一家將來營業收入在4萬億到10幾萬億美元的公司，它的市值會達到多少錢呢？但是想要實現這一驚人的計劃，那肯定不是一帆風順的啊。那麼 SpaceX 公司想要實現部署100萬顆 AI 衛星的話，會遇到哪些困難呢？那麼接下來就來到了我本人最擅長的潑冷水的環節了。SpaceX 公司想要完成部署100萬顆 AI 衛星的任務，在我看來呢，需要至少經過6個難關啊，這每一個難關呢，都值得我們去仔細的研究商機。第一個難關呢，就是星艦的航班化與太空加油技術還沒有真正的完全落地。這就像是你想要把100萬輛重型卡車運到海峽對岸，但是你手頭呢目前只有幾艘渡輪，並且這幾艘渡輪呢還處在測試階段，而且這些渡輪開到一半路程的時候呢，還得在海上重新把油箱加滿才能繼續走。就連最基本的星艦的2級飛船都還沒有實現完全的回收利用呢，所以星艦的快速發射和回收以及太空中的燃料補給，咱們給它算作第一個難關。第二個難關呢是致命的散熱問題，還有折疊和展開的問題。在地球上，服務器發熱可以利用風扇或者是水冷進行散熱，但是在太空的絕對真空當中，既沒有空氣也沒有水，就好像把你夾在一個巨大的保溫瓶裡邊，哪怕周圍的環境呢是-200度，那麼數據中心產生的熱量也散不出去。在太空中唯一的散熱方式呢就是熱輻射。要給大功率 AI 衛星進行散熱，那麼在太空中呢，就必須要展開高達110平米的散熱板，相當於1/4個籃球場的大小。更可怕的是 ，AI 衛星的太陽能發射板展開以後，長度能達到70多米，相當於大型客機的翼展長度，非常的巨大。那麼，如何在衛星上折疊發射，並在軌道上完美且可靠地展開如此龐大且脆弱的散熱和發電結構？這是 SpaceX 公司目前面臨的第二道難關。第三個技術難關呢，是人工智能芯片能不能在太空中長期的工作？在太空中除了散熱這個難題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那就是宇宙輻射。宇宙輻射的高能粒子可能會導致這些高端 AI 芯片發生單粒子翻轉。本來芯片中存儲的信號是0結果呢，一個高能粒子打進去以後，0變成了1。這樣一來呢，就會導致電腦突然的計算錯誤。如果只有1顆衛星，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 SpaceX 將來會擁有超過100萬顆 AI 衛星，並且每顆衛星呢還有大量的 AI 芯片，那麼系統的可靠性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SpaceX 必須要解決芯片抗輻射的問題啊，并且呢，萬一壞了也非常的麻煩。所以第4個難關呢，就是可維修性的問題。如果是在地面的數據中心，那 GPU 呢可以3年一換，如果壞了，那麼工程師可以隨手進去拔掉換新的。而太空中100萬顆 AI 衛星，那就相當於是把100萬台電腦扔進了太空，壞了沒辦法修，並且現在 AI 算法呢與硬件更新迭代速度也非常的快，就像你電腦上的顯卡是一樣的啊，基本上3到5年就一輪。如果 SpaceX 無法維修或者是升級這些 AI 衛星的話，那麼就會變成過時的電子垃圾。這不僅在經濟上不划算啊，還會導致地球的軌道被密密麻麻的退役衛星給堵死。當前的軌道碰撞預警和回收技術呢，還不足以支撐如此恐怖的密度。還有第5個難關，是這100萬顆衛星如何解決互相通訊的問題。發射100萬顆 AI 算力衛星呢，這就相當於是把一座超級計算機拆成了100萬個房間，然後這100萬個房間呢，還可能不斷的運動。那麼衛星之間如何快速且可靠的進行通訊，這也是個巨大的挑戰啊。第6個難關呢，是人形機器人幹活的能力。馬斯克現在提出了一個瘋狂的長期路線，那就是直接在月球上採礦，然後在月球上生產太陽能板、散熱器和衛星，然後用電磁發射器把設備直接送入太空。維持這個月球工廠運作的就是特斯拉的人形機器人。咱們之前講語數機器人的時候就說過，人形機器人的大腦技術現在之所以還沒有成功的攻克，並不是因為缺乏算力，而是因為缺乏大量且高質量的數據。沒有足夠的數據，那麼就訓練不出來，訓練不出來大腦能力呢，那麼機器人就沒法去幹活。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啊，以上這幾個技術難關，每一個都是地獄級的難度，但是我相信啊，在馬斯克的英明領導下，一定能克服重重困難。所以我們再假設技術不再是問題了啊，想要實現100萬顆 AI 衛星部署的話，那麼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又需要付出多少呢？先算算時間成本，咱們來一起算算 SpaceX 公司發射完100萬顆 AI 衛星需要多長時間，看看馬斯克能不能活着看到 SpaceX 發射完100萬顆衛星。SpaceX 的 AI-1 衛星的重量呢，官方並沒有公布，但是我們已知 AI-1 衛星的太陽能電池板展開之後呢，有70多米長，液冷的散熱板展開大概是20米，所以太陽能電池板至少得1噸以上，散熱板呢也得1噸以上。另外呢，還有 GPU 服務器、通信設備，還有支架等等的這些東西的重量。專門做科技新聞的 Ars Technica 估算過啊 ，SpaceX 的 AI-1 衛星的重量大概是在3.5噸到7.5噸之間。那我們就樂觀一點，就算這個衛星只有3.5噸好了，那麼100萬顆 AI 衛星就是350萬噸的重量。這個馬斯克的星艦 V4 據說一次性呢可以把200噸貨物送入太空。當星艦 V4 可以做到2級都能正常回收且高頻發射的時候，那我們就可以算出來350萬噸除以200噸，那麼這100萬顆衛星需要星艦發射17500次。在2026年2季度電話會上，馬斯克公開表示，到了2027年夏季，星艦呢會做到1天1發。我們先假設今後平均每天可以發射1次，那麼這樣算出來呢，就需要47.9年。當然，這是我們樂觀假設 AI 衛星壽命很長的情況下，如果它經常壞，那就沒法算了啊。馬斯克呢，今年55歲，明年56歲。如果從明年開始算的話，那麼47.9年以後，也就是在2075年，馬斯克104歲的時候，會見到 SpaceX 滿血的版本。對於一個104歲的老人來說，還能不能有清醒的意識都不一定了。當然了，馬斯克之前也表示過，星艦在幾年以後呢，會做到1個小時發射1次。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年呢就可以發射8760次，每天24小時不間斷，那麼100萬顆 AI 衛星呢，只需要2年的時間就能全部射到天上去。當然，如果 AI 衛星比我們預計的更重的話，那麼就得需要更長的時間。在單顆衛星3.5噸的情況下，每小時發射1次，最快需要2年；1天發射1次的話，那就是47.9年。
時間的長短完全取決於星艦的運力，所以我們接下來呢就去關注星艦的發射頻率就好了，不要看他說什麼，看他能不能做到就行了。接下来呢再計算一下資金成本啊，也就是 SpaceX 公司发射完這100萬顆衛星以後，最終一共需要花多少成本。這裡的成本呢，主要包含2個方面，一個是星艦的發射成本，另外一個呢是 AI 衛星本身的成本。還是根據 Ars Technica 的報道，根據他們的估算，發射一次星艦的成本大概需要2000萬美元左右。那麼17500次的发射次數乘以2000萬美元，那就是3500億美元。當然了，這是非常理想的情況，比如這個數字的計算呢，並沒有把發射失敗的情況給算進去，因為我的測算都是按照最樂觀的情況來的。如果衛星更重，發射次數更多，发射失敗的次數也更多的話，那麼发射成本呢，將會變成一個天文數字。再就是 AI 衛星本身的成本。衛星的成本呢，官方也沒有公布，不過有相關的研究機構做過一個比較激進的成本模型啊，他們認為如果 SpaceX 真正能夠實現跟汽車一樣的工業式大規模自動化生產的話，那麼 AI 衛星平台的制造成本呢，可能會壓制到74.5萬美元每顆。當然，這個數字呢是不包括人工智能芯片的。並且 SpaceX 呢也並沒有公布一顆衛星需要用到多少顆芯片。那麼我們還是樂觀一點啊，我認為把 AI 衛星的成本呢估算到300萬美元一顆是比較合理的。所以300萬美元的單顆成本乘以100萬顆的數量，那麼就是3萬億美元的總成本。3萬億美元加上3500億美元的发射成本，也就是3.35萬億美元。我再次強調啊，這個成本數字是最樂觀的情況下算出來的資金成本。如果中間出點什麼意外，或者是衛星再重一點，然後或者是芯片的價格再貴一點，那麼我認為超過10萬億美元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按照3.35萬億美元的成本來計算，這100萬顆衛星分成48年發射完的話，那麼 SpaceX 公司平均每年需要投入697億美元的成本。如果我們按照10萬億美元的成本來算，那就是每年2083億美元。如果星艦在幾年以後真的可以做到每小時發射一次，我想問一下馬斯克啊，這麼高的成本 ，SpaceX 真的可以吃得消嗎？當然了，咱們前面也說過，只要這100萬顆衛星全部發射完，並且能夠解決所有技術問題的話，那麼後面幾年的時間呢，就可以躺着賺大錢了。就算只有30%的利用率，那麼1年下來也能夠營收超過4萬億美元。全世界對算力的需求呢越來越高，特別是推理算力。人工智能的訓練算力呢屬於一次性的投入，而推理算力呢是7×24小時持續性的消耗。隨着 Agent 智能體時代的来臨，人類對算力的需求呢會呈指數級的上升。因為對於 Agent 智能體來說，用戶的一個請求會觸發多輪思考、工具調用或者是循環的推理，所以單任務的 token 消耗是普通聊天的5到30倍。所以今後推理算力可能將會成為全世界最值錢的資源之一，甚至我認為都有可能會變成期貨，放到金融市場裡邊去讓人交易。所以 SpaceX 這家公司呢，做的確實是全世界最大的買賣，將來如果發展順利的話，可能將會成為全世界最值錢的公司，也會得到全世界各種資本的支持。除非將來有其他的公司可以複製它的模式，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比 SpaceX 發射更多的 AI 衛星上去，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啊。好，今天呢我就先說到這兒，咱們下期再見。